OK，好的，开始。然后今天应有一个私信的要求，然后他让我讲一下，就是说 Nextcloud 的这个搭建，然后所以今天就来，所以我昨天尝试了一下，然后成功搭建，然后所以今天就做这个视频，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项目介绍啊，这里不用看，这个是我大概的一个介绍吧，就抄的这边的。然后这个是 Nextcloud 的一个官网，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产品有 File、Talk、GroupWare 还有 Office 这些。然后的话，我们主要应该是尝试的是这个文件管理。然后的话，就是说我没有使用它官方的这个一个镜像吧，相当于因为官方的话它是all in one 的，all in one 就是说但我感觉可能有些可能用不上，然后就去这个 Docker Hub Docker 的一个仓库，然后看了一下，然后选的是第二个，就是这个 Linux Server 的这个 Nextcloud 的这个镜像来尝试的。我看一下，感觉它这个会比较简洁一点。然后他们也是相当于是一个，这个是它的一个Linux Server 这个 Nextcloud 的一个 GitHub 地址，我们翻一下。然后他们带来另一个容器版本，然后我感觉这个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就用这个来尝试的。然后用这个尝试的话也是成功搭建的。然后关于项目准备的话，就是说，你那个 Windows 按 N 档配置就可以。然后用 Docker 安装的话，就是你先把 Docker 装好。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它是需要使用 HTTPS 这个访问。然后的话，就是说要提前准备好反向代理，还有你的域名。然后这个是要提前准备一下的。然后没有域名的话，就需要去买一个域名。然后反向代理的话，Nginx 之类的要先弄好。安装，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安装。然后我采用的是这个 Linux Server，就是第二个这个 Linux Server 的 Nextcloud 的这个镜像。然后使用的是乌班图系统。然后我的 VPS 上已经装好了这个 Docker。那我们先创建安装目录。安装目录的话，就是用的 Nextcloud。那我们复制一下，然后已经进到这个上一个目录来，然后我们创建一下，右键。好，那我们进入这个目录。好，先下屏。我们现在弄好了，那么现在需要创建我们的这个 Docker Compose 的这个 YAML 文件，我们用 Docker Compose 来进行运行和启动。然后这个 Docker Compose 文件呢，我是参考自Linux Server 它提供的这个 YAML 文件，也就是找一下这里，然后我参考的是这里，它提供的这个 Docker Compose 的一个文件是这里的。然后的话，然后我发现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数据库的一个服务。然后但是你用 Circulate，你直接用那种也生成也可以，但是可能那个的话，就是感觉性能还是可能会比较慢一点，或者是不太适合，还是建议大家用一个专门的数据库来弄。然后所以我用GPT，然后让他帮我改了一下，然后添加上了一个MariaDB 的一个服务。然后本来是对，然后添加上，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添加修改了之后的一个 Docker Compose 的一个文件。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复制我这个来进行一个运行。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吧。然后首先 version 的话就是一个 Compose 的一个版本。然后首先的话是一个 MariaDB，就是这个数据库。然后我们拉取的是最新版，就是 latest 的最新版。然后这个是最后启动的那个容器名字叫做 Nextcloud MariaDB。然后的话这个就设置一个 root 的密码，然后这个数据库名叫这个。然后我们用的一个访问的一个 user 用户名是这个。然后的话这个是这个 Nextcloud 的这个用户名的密码。然后的话这个是存储。然后我们存储在当前目录下，然后我们创建一个 MariaDB，我们把数据存在里面，后面就不用动它。这个 port 的话就是一个端口3306，然后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数据库 MySQL 的一个我 MariaDB 的他们一个端口。然后这个是
重启。然后的话，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Nextcloud，然后我们镜像是用的是 Linux Server 的这个镜像，然后就是这里要写上他们的，然后容器名的话就是那个 Nextcloud，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它提供的这个什么主 ID 之类的那种。然后我们时区的话，我是设定着就是我们中国使用嘛，我们就是在上海，我们是 A 下上海就是中国的。然后买 Circle Host，我们就是 MariaDB Database，然后这个按照上面填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的话也是跟上面一样，填写就可以了。然后这两个的话就不用弄它，这两个的话是这边提供的，官方这里提供的一个存储。然后前面这个是 data，应该是就设置啊之类的。然后我们依靠于这个 MariaDB，然后我们端口的话我们是1443，然后啊43的话，因为我本机是占了的，然后我们就改成1443，然后我们也是按照重启，然后我们复制一下就这个就可以了，复制一下，然后我们这边创立，然后我们看一下没有，然后我们就 vm docker compose 点压没有，我们按一下 i 键，然后我们右键，然后它就直接复制进来了。好，我们 exe 冒号 wq， 我们就保存退出。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OK， 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 Ctrl，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启动这个项目。然后首先，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先把这个飞行代理做好。然后如果你直接启动，你打开浏览器输 IP 加端口的话，就是说显示会一个报错，然后就是无法访问。然后你需要配一下反向代理，反向代理的话就是 Cloudflare 做一个域名解析，然后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登录进来，登录进 Cloudflare，好，先解析上，然后我们换成简体中文，好，OK，等一下，然后那就这个，那我们 DNS 看一下。然后这个的话，这个 cloud 就是我的这个，然后我们这个的话指向那个反向代理软件的那台机子的机子的那个 IP，然后我的是在同一台机器上，然后也是指向跑这个服务的这个地方。我相信我这里已经解析好了，你这里解析好了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在 nginx process nginx 里面添加这个反向代理和 HTTPS，然后你添加一个反向代理，然后你这里写你的域名，然后你这里改成 HTTPS，然后这个就写上你的这个 IP，因为我这个是 Docker，然后我在同一台机器上启动，然后你这里填 Docker 的 IP，Docker 里面的 IP，这个可以自己查一下。然后你 port 的话，我们这里设定的是1443，对吧？然后这三个勾上，然后你这个 SSL，然后你后面就把这个 SSL，把这个强制 SSL 打开，然后这个填支持，然后你这里的话，你要选成你这个地方的一个相当于 SSL 这个证书的这个，然后你点击保存，然后你等一下就可以使用域名来进行访问了。我们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就启动这个，OK， 好，Docker Compose up 杠 D，我们启动。由于我这里是已经之前运行过，已经提前把镜像拉取好了，然后所以我这里会比较快。如果你是第一次启动的话，就说你先就是说要先拉取这个镜像，然后你后面才会启动，后面才会创造这个容器之类的，可能你们会比较慢一点。好，那我们现在项目就已经启动了，我们 Docker PS 看一下。好，然后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 Nextcloud 还有数据库都已经启动好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开个部分看一下，我们的叫这个 cloud 点这个，就我们刚刚那个。OK， 好，那现在我们就直接可以看到我们是成功进来了。进来之后的话就是一个安装界面，我们需要设置一下。然后我们用户名的话就自己设定，我就要 pfh，然后密码的话，我们这里存储数据库，你看它这里写了
就是 Circulate 的话，就是适用于最小化和开发实例。然后我们最后用的环境的话，建议使用其他的数据库。那我们选一下，我们就选我们配的是 MariaDB，我们就选中间的这个。然后它也可以支持这个 PostgreSQL，然后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我们数据库用户，然后我们这里就按照我们这里来填。我们数据库用户，我们这里写的是，嗯MySQL 这里，MariaDB 这里，数据库用户我们是 Nextcloud，对吧？然后我们密码是一个这个，就相当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密码。我们数据库名这个 database 就是我们数据库名，然后你粘过来，然后你这里的话，然后你数据库主机这里你需要填写的就是一个 container 的名，跟容器名，我们复制这个，我们把它粘过来。OK，好，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配置。好，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管理员账户和我们的数据目录，这个就按照默认这样填就可以了。那我们数据库用户我们写的，我们按照这个设定这样填。OK，好，那我们数据库，然后数据库主机，好，那我们现在点安装，好，它现在就在安装了，我们稍微等一下。OK，好，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边安装完成，然后它这里有推荐的应用，然后有些他们添加的一些，然后有 Office、Mail，还有一个 Chat，还有 Calendar，然后我感觉这些更多是偏向于你团队工作啊这些。然后我们如果你没那个需求啊，我一般就直接点跳过。然后这些你后面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再装。然后我们就正式进来了，我们跳过，然后我们关掉，我们就直接点文件这里，然后就可以看到相当于一个云盘了。然后等它加载一下。对，就这里。它这个文件的话，就是给你预张来看的一个模板吧，反正是。然后界面我这里有写。然后下载速度，我们这边我都有写。然后这个是大概，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里点这个，我们就新建个文件夹，我们就测试就是了。然后我们点进来，我们可以上传。上传的话呢，我这边图方便，我就拿一个测试来弄。随便找个视频吧，传上去。然后这个就是我后面有所说的，就是它这个上传，它这个我不知道它这个到底多久上传的，它后面也没有写。但是它这个进度条，我觉得显示就没有我之前用过其他的云盘就是那么醒目。我们稍微等一下。然后但是我感觉它速度还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上传成功，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可以稍微等它加载一下。这个取决于你服务器的网速。OK，它是线上可以播放的。我们可以再上传一个，上传一个这个。然后主要是它上传的话是没有一个很具体、没有很醒目的一个进度条的一个东西。好，上传成功，我们可以点一下。然后这就是它可以进行一个类似于就是说修改啊这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保存，我们关掉，我们再看。好，那你看到我们就已经可以进行一个线上修改。还有一个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是我比较之前有说过，其实一直比较想要的。然后的话，关于有一个比较，就是它好像有些是可以进行线上修改的，比如说这个，那有些是不可以，比如说这个这个
Office 的文档的话，你点的话，它只能点击下载。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安装它这个本身的这个 Office，然后所以才会这样。那我们过来，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下载。下载的话，我们用这个来测。然后我们也是下载这个，先把我桌面上的这个关掉，这个回收掉。好，那我们这边就在上面下载就可以。然后我们点右边，我们点下载，我们也是下载到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速度。然后它大概就是一个相当于这样的一个速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可以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下载的话，我们刚测了一下，然后还有一个，用户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比如说我是这个用户，我们点过来，到这里，这里有一个，用户，我们点进来，然后我们用户这边点进来就是这样。这样的话，你可以在这边新建一个用户，比如说我这边新建我们的一个普通用户吧，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分享是怎么用的。然后密码的话，我这里电子邮件不用，然后我们分组这里也不用，我们默认配额就可以了。我们是这个，我们添加。好，那我们就添加上了。好，那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账号已经登录进来，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刚刚分享给他这个文件，然后就可以看到它这里就有一个出现一个，有我们这个人分享的东西，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可以进行一个，对，好的，开始，可以进行一个查看，然后我们再点回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分享的一个功能。我们还可以这样，就是共享嘛，点击这边继续点击这个，好，可以编辑，然后我们添加一个链接，那我们复制这个链接下来，那我们把这个链接翻过转，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将这个直接将这几个文件进行一个下载，好。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你可以点击照片后的动态这里，然后你可以看到你的一个文件的一个修改啊之类的状态，然后之类的，反正可以点过去看一下。然后我这边这个机器可能稍微有点卡，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就像这样，然后你可以看到你修改了啥呀，你这些，大概这个意思。然后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觉得这个项目我搭起来就是稍微会比较困难，没有那么顺畅。然后我在官方提供的，它好像只有一个 All-in-One 的选择，就是什么都装。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云盘来说，就是你们可能不是我们在团队工作人会用到的。所以我搜了一下，就是说还是选择这个 Linux Server 上他们发的这个包，发的这个镜下。然后的话，从安装过程来看，就是我首先用的是它的一个 Docker Compose，然后我发现是无法通过 IP 端口访问的，然后我就去跑反向代理，叫做 HTTPS，然后才进入安装界面。然后进入安装界面之后，我发现它需要一个数据库的一个服务，要不然就只能用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性能比较差的一个 Circulate。所以我又去修改了一遍 Docker Compose 的亚美尔文件，然后加了一个 MySQL 的一个数据服务，然后我又重新装，然后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使用这个 MySQL，我不知道可能是哪步没有配对，然后我数据库一直不知道连接不上，
然后没办法，我就换了一个数据库，换了 MariaDB，我使用这个数据库呢才装成功的。然后我体验一下这个项目，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点，它是有一个在线编辑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之前测试云盘就是没有看见它的都只有查看功能，然后这个功能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然后不过我测试的话，我上传过一个 MD 文件，它是可以在线编辑的。然后我不知道是否确定是不是其他很多文档都可以，但是我测试它官方留下的这个 Office 的 DLC 文件，然后它好像只能是下载。然后测试中我发现它的一个上传，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我们上传，我感觉它有点问题，我感觉就是它没有这个进度条，我感觉显示效果一般。所以上传的数据的话，就是我看不到，我就只能给大家录一下大概上传的一个时间，然后大家参考一下。然后关于分享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这个功能，它可以就是我们设定被分享的权限，然后我们被分享的登录自己的账号就可以直接看到被分享的文件，然后可以看到分享者是谁。我感觉这一点对于团队工作会比较方便。然后我们后面也看到它也支持这个直接分享链接，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下载。然后不过我倒是想看看它到底这里写错了，就是说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自主注册功能，然后我没看到哦，所以我只能最后就是说我只给到一个人为手动添加账号。然后哇，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题，然后个人感觉这个作品还是比较优秀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的，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相当于一个记录吧，修改记录。然后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题。然后我个人感觉这个作品还是比较优秀，但是我感觉你部署的话，你尽量选择一个服务器性能好一点儿。然后我感觉我这台服务器性能部署这个的话，感觉速度会有点慢，然后可能性能好一点的服务器会不一样。我感觉它更偏向于一种团队企业化会多一点儿。然后我个人使用的话，我感觉稍微有点不适应，有点别扭的感觉。你可能毕竟别人是对团队或企业开发的，然后个人我使用的话，当做一个个人网盘使用，我感觉会稍微有点别扭。然后个人还是更喜欢之前Zfile 的那种形式，但这个只是纯属个人想法。然后可能当然也会有小伙伴觉得很不错，他们就喜欢用这种。然后话最后非常感谢，就是说开发者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个项目，然后谢谢他们的一个辛苦付出吧。然后这个就是我本期大概讲的一个内容吧，我讲了一下它的一个大概的搭建。然后嗯，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为我点赞、投币、收藏、转发吧，然后关注我，然后我也会继续分享更多相关有意思的内容给大家的。然后谢谢大家的观看。